下。小心他们接了，他们接了。What's up？ 我刚才去路边小便。OK， 然后我们现在准备要去台南啊，然后路边小便。这个台南场地其实是我完全忽略你。这个台南场地是我朋友啊，然后他叫东昌，它是一间古着店，只是说因为他现在每年大概都只会开放个1-2次，那这次是特别一个跟他说，场地会不会借我们办个活动，去那边借一下，他那边漂亮的空间，里面有非常多的收藏品。我是没去过了。对啊，这次大家也是比较新鲜一点的，想说去古着店慢慢看，看效果会怎么样。毕竟我们也是喜欢这种传统制法的。我们这次跟台中场不一样，是我们这次是讲座，所以名额是有限的，那就是我们是预先卖票的。对，没错。对，就是票就是售完之后就是会管制，就不能进来，因为场地的大小的关系。对。然后这次的话，应该是制鞋讲座，应该是第一次在台北以外的地方办啦。就台湾的话，因为我们之前有在新加坡，然后有在菲律宾，还有在北京办过，那就是接下来就是南部没有了，中南部没有，那这是第一次在中南部办。是，对。然后，那接下来呢，大家就会看到我们在台南场接下来这些花絮啊等等的。天气蛮热的。非常。大家还愿意出门，其实你们看我穿什么？全身的长袖，哇，鬼辛苦光真正的，真的是麻的防晒。好，没关系，那我们就等等见。哟，大家早。早。我们这个昨天检查机器的时候，我们去查档案的时候，发现呢，我们那个有一些过程片段已经损毁，因为我们发现是机器过热。对，就是大家太热情了。对，那个机器烧掉了呗，那个档案就直接消失了。是，所以我们这个就简单来。用口头回顾一下啦，就跟他报告一下昨天的那个好了节日，因为还是有一些有趣的部分，例如说跟大家分享，我们昨天有收到一双 Red Wing，非常有趣的 Red Wing 的工程师学，你说到重点，不是很平常吗？就你刚刚来，哪里有趣了？它的型号是8248，没听说过盗版的吧？我跟你讲，我们当时也是拼命翻书，因为现场我们其实有带一些针对我们手边古董靴有一些
行路啊、工具书杂志，对，我们就是跟客人我们在咨询的时候，我们就可能偶尔翻一下，或者让人家等的时候翻一下，因为客人也不知道其实来历什么，因为他找不到资料。对，我那时候问客人说，哎，因为里面的钢印都已经糊掉了，然后问他说印刷什么都找不到，然后说，哎，你知道什么型号吗？说，哎，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然后就他真的是这样子，不要管呐，然后客人看到不要骂我，然后他就说，那不然我们就因为我们没时间翻一下，哎，无意间就翻到啊，因为它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特定时期的一个型号824吧，它是在 Graduin 90周年纪念生产。等一下，这东西感觉真的很少人知道因为我们大家知道就是那个100年纪念花，对，100年110周年纪念花，对，人家通常呢就是我们100年品牌有没有？100年品牌都会在100年才开始庆祝，我没想过90周年就给你来一下了啊，对，可能也是那种，我觉得应该是日本限定版之类，我不知道啦，猜啦。你看哦，90周年的话是1905年加90是1995年，也就是这双工程刚好出生。他这双工程师靴刚好就是落在那个时候，Graduin 在 PT91的时期，所以这个是 PT91的特定年份哦，所以它的型号这样子，等于是它的版型细节都跟 PT91很像，那它不一样在哪里？哇，这个上面还有密密麻麻那个手写那个我们一些记录客人要改什么地方啊？先问一下。他这个哦。因为客人不喜欢这个钢头啊，理论上这双简单来讲是爆改 ，OK，对，我们要把这个钢头部分改成钢保，用皮去塑形，整个爆改，然后我们这个沿条整个都要换掉，对，所以看好我们这些记录，我是现场讨论跟客人，对，因为我怕我忘记啊，所以都先直接写上去 ，OK， 它特别在哪里？看一下，主要就是这个扣具，大家可以看到黄铜色。因为现行版一般都是灭色、银色，然后再就是它的皮有在新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些磨砂感，磨砂感，哎，这个黄铜扣具跟这个磨砂感，所以皮革不是一般那个，不是那个有漆料的，这个其实这种皮料其实在 Graduin 所有鞋款里面都相对来讲是比较稀少的，尤其这个又带一点。焦茶色、深咖色的感觉，这感觉真的有可能是牛巴哥皮，然后后来穿久之后变成这个对，它其实真的很像你讲的牛巴哥皮。它的脚背的位置是不是比较低一点？对，那个调节带的位置。对，其实我自己以前收过 PT91，我个人觉得 PT91是所有2268或是这种型里面版本里面，这个脚背是最低的，也是人家讲说最难穿的一个时期。是真的蛮低的。对啊，这个没有，我是说调节带位置也特别低。这个啊，对，这个地方是低的。我以为说它那个没有，是调节带的位置。哇，好了，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因为没看过实鞋，不要说实鞋啊，连这个型号连听都没听说过了。因为当时我们都是在没有任何预期的情况下，包含客人他也是觉得说啊，这个好像蛮有趣就买了，但也不知道说这个型号背后居然有这么大的一个故事。我们也是90周年了，大家有兴趣的找看看。而且这个型号在日本非常的贵，真的。它是很贵的，很贵。因为一般我们讲，一般的2268，你可能5000、6000，有些便宜一点的5000、6000你就买得到了。台币买都台币。对，台币。那这双呢，目前我随便在eBay上面看，日拍上面看，都要1万到2万多台币。所以这个型号其实是有它的市场价值在，只是因为太过冷门到我们不知道。那个 Craven 就是我们到处跑嘛，我们每次要去哪里其实不会事先设定。所以大家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如果有什么想要我们去的地方，或是你认为你那个地方什么有趣的职人啊，可以那个大家分享的，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对你欣赏的职人啊，你不好意思跟他讲说我欣赏你，你可以叫我们去。对，那我们就会帮你说出来。因为我们帮你告白啦。对，然后就帮留言啦，或是我对我们这影片有什么想法，都欢迎留言。对啊，也期待就是说。下一次我们在办这个Craven讲座的时候，因为我们同时都会接休鞋嘛，巡演接休鞋，那也期待可以收到一些有趣的鞋子，然后再跟大家分享我们修改的过程。这样子，没错，影片都这样子啊。好，那大家底下留言见，拜拜。
个就是我们完成的8248，有没有？跟原本的样子差非常多。有没有看到这个？这是原本的钢头，我们去把它从里面取了出来，长这个样子。然后原本大底我们也进行了更换。哦，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的 Crave Van 影片。之后呢，我们会把所有我们 Crave Van 的活动资讯都放在我们的脸书粉丝专页上。那如果你想要你的鞋子也上我们 Crave Van 影片，例如说像这双8248一样的话，就可以参加我们的活动。那我们可能现场讨论之后，就会让你的鞋子露出在我们的新影片里面。好，那这一期就这样子啦，谢谢。